昭昭在一旁补刀：“你们算错了，应该是5万两。这个叔叔难道不是人吗？你们怎么能厚此薄彼呢？娘亲说过，凡事都要公平公正，不能委屈了任何人。所以他们应该是一人1万两黄金，这样才不委屈了这个叔叔。”啊！这小郡主也太逗了，真是杀人诛心呐！淮南王听到这里，刚才肉疼的心情瞬间好了。想到钟永侯老匹夫因此失去了5万两黄金，那想死的心，淮南王心情都好了不少。哎呀，这个该死的小贱种，果然跟那个短命的娘一样，让人厌恶。苏怀瑾的面色阴沉的可怕。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银子。昭昭歪着头看向裴荣景：“爹爹，昭昭听说欠钱可以立字据，是真的吗？那他没有钱，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打欠条呢？”不愧是我的昭昭，这气死人的本事真是了不得。昭昭说的没错，苏世子没有现钱，可以给本王打欠条，本王不介意等苏世子亲自将钱送到王府。苏怀瑾彻底说不出话来了，只能任由着对方打了欠条，逼着他签字，心中气得吐血，连带着看向昭昭的眼神都充满了厌恶。苏怀瑾带着温义欢等人刚回到钟永侯府，一个茶盏兜头朝他额头砸下。你们还有脸回来啊？我钟永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们给丢尽了。父亲，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你给我闭嘴！自从跟你们温家定亲，我们侯府就没有安生过。温十一偷人，还生下个野种，早就让我们钟永侯成了盛京的一大笑柄。如今你们又做出如此蠢事，简直丢尽了我们侯府的颜面。苏怀瑾直接跪下：“父亲要打要骂，孩儿绝无怨言，还请父亲别再提起温十一之事。这次你们惹到了摄政王，损失了银两10项，只怕上面那位对钟永侯府有意见了。”他前脚刚说完，后脚宫里的圣旨就到了。钟永侯，咱家是来替陛下传话的啊。陛下说了什么？陛下说了，苏世子的3个儿女不尊郡主和皇子，是在打皇家的颜面。此事若轻轻接过，有损皇家颜面，所以赏赐了几位杖责20，以儆效尤，由咱家监刑。另外，这是宫中专门教宫女的礼仪嬷嬷，皇上特命她来为世子殿下的3个儿女传授礼仪，希望他们以后再次出现，可千万别再丢了钟永侯府的脸面。哼，这教习嬷嬷可是宫里出了名的严苛，稍有不对就会打骂。苏慕瑶落在这教习嬷嬷手里，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敢欺负小郡主，也不看看陛下愿意不愿意。钟永侯拳头紧握，硬挤出一丝笑容。这20杖责会不会太……他拿出1点银子塞在了海公公手里，后者掂了掂银子的重量，却冷笑道：“这可是陛下的命令，咱家也不敢违背。侯爷还是快让人执行杖责吧，咱家还要回去复命呢。”最终3人不仅被打了，还要赔偿5万两黄金，差点没把钟永侯气升天。昭昭被欺负了的事，到底还是惊动了宫里的太后。次日一大早就让人来请昭昭进宫。刚进宫，皇帝就派人来请摄政王。因为昭昭要去看太后，只能兵分2路。带路的嬷嬷半道上忽然被人叫走了，昭昭只能跟着粉桃按照记忆中的路线往慈宁宫走。忽然跟拐出来的软轿撞了个正着。谁家的孩子敢挡道，还不快给老奴让开！粉桃吓得不轻，连忙将他扶起来。小郡主，您没事吧？昭昭刚想摇头，就看到手指头碰到了旁边的石头上，擦出了血丝。小郡主，你出血了？没事的，昭昭不疼。粉桃对上他傻乎乎的笑，顿时鼻子一酸。小郡主以前是受过多少罪啊？你们是谁？见到温贵妃竟敢不行礼？嬷嬷第一反应就是冲上来，伸手要打昭昭。粉桃立马抓住他的手，将他推开。放肆！这可是小郡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打小郡主！哪里来的小郡主？不过是个小野种罢了。坐在软轿上的温贵妃缓缓打开了双眼。哎呀，小丫头长得真水灵，叫什么名字啊？过来，让本宫好好瞧瞧。啊，这就是那个蛇蝎美人吗？妈呀，我今天终于见到正脸了。上次他一边杀人一边跳舞，差点没把叔叔我吓成个球。这可是个彻彻底底的狠角色。
对了，他也姓魏，该不会是小丫头母家人吧？昭昭听着小老鼠的话，小脸紧绷了起来，如临大敌。我叫昭昭。你怕本宫？他一挥手，立刻有几个嬷嬷冲上来要抓昭昭，粉桃拼命挡在身前。我家郡主是奉了太后之命进宫，现在要去面见太后，你们休想带走小郡主。温贵妃出自温家，严格来说是温世宜的亲姑姑，也就是昭昭的姑奶奶。但是她也和温家那些人一样，十分喜欢温宜欢，自然也就厌烦温世宜。如今她忽然在这里要带走昭昭，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昭昭的身份？快跑，千万不能被这个女人抓住，她折磨人的手段很可怕。小丫头，快从侧面的小门往里跑，那边距离三皇子的寝宫很近。三皇子是薛妃的儿子，薛妃是皇后的人，她肯定会救你的。昭昭闻言，拉着粉桃转身就跑。那些嬷嬷们见状，立马追了上来。小贱蹄子，我们温贵妃叫你，你还敢逃跑？快，你身上不是有昏睡粉，快撒出去！温贵妃心狠手辣，还有身孕在身，据说怀的还是皇上心心念念的小公主呢。昭昭掏出防身的昏睡粉，猛地撒过去。老嬷嬷们早有准备，立马朝旁边一躲，避开了昏睡药粉。哼，温小姐说的果然没错，你这小贱蹄子身上倒真是随时带着毒药。呸！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恶毒，真是该死！老嬷嬷冲了上来，两个人抓住了粉桃。快放开粉桃姐姐！小郡主别管我，你快跑！我不走，我不能让粉桃姐姐被他们抓走。哼，你们该不会以为昭昭只有一种药吧？他从腰间的小包里又掏出不同的药粉，冲上去对着那些老嬷嬷无差别攻击，就连粉桃都不小心吸了一口。被偷袭的老嬷嬷们个个哀嚎起来。昭昭直接架起粉桃就往外跑，顺便给他塞了一颗解药。粉桃姐姐，这是软筋散的解药，你快吃下去。那小贱蹄子往那个方向跑了，快去追啊！人要是丢了，小心贵妃娘娘要了你们的狗命！太监们丝毫不敢停留，立即追了上去。昭昭小小的身板拖着粉桃走得十分吃力，昭昭没办法，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放下了粉桃。粉桃姐姐，你在这里休息，昭昭去引开他们。不行，小郡主，你不能冒险，让奴婢去引开他们。昭昭不会有事的，昭昭跑得很快的。粉桃姐姐恢复体力后，就去找皇祖母来救昭昭。昭昭说完，发了疯的冲了出去。那些原本想要搜这里的人，立即追着昭昭跑了。快，前方左拐，再跑1刻钟就能到三皇子寝殿。昭昭按照小老鼠的指引，马不停蹄地朝着三皇子寝宫冲去。站住，小贱种，还敢跑？看我一会儿不打断你的腿！来，抓不着！下一秒，整个人朝前飞去，好巧不巧地栽进了旁边的草地里。哇，这哪里来的人类幼崽？怎么坐在你疾风爷爷的饭盆子里了？嗨，大黑狗！哇，这幼崽怎么回事？一直盯着你疾风爷爷干什么？难不成被疾风我英俊帅气的外表给迷晕了？我就说疾风我是宫里最俊的狗吧，没瞧见这幼崽都盯着疾风爷爷不会动了吗？这狗还挺自恋的。追过来的太监们和老嬷嬷们见到这一幕，顿时刹住车。那不是三殿下的爱犬疾风吗？这可怎么办？疾风凶残的要命，上次有宫女不小心靠近他，都被他给咬得遍体鳞伤，差点死了。何止啊！以前有个嫔妃不知道怎么招惹了他，他将人家赤身裸体的追出寝宫，害得那嫔妃丢尽了颜面，都差点闹自杀。那小贱蹄子现在就在疾风的跟前儿，我们想要抓住他，必须靠近疾风。我还不想死啊！我也不想死了，嬷嬷，现在怎么办呢？小太监和老嬷嬷们全部站在50米开外，没有一个人敢靠近的。这群该死的人类，他们胡说八道什么呀？大爷我什么时候凶残过了？真想咬住他们的喉咙，让他们闭嘴！那小宫女想要给爷爷我的饭盆里下毒药，我还不能咬她了，没咬死她都是爷爷我仁慈。还有那个嫔妃，她背着主人他爹偷情，还想栽赃陷害给主人的娘亲，你疾风爷爷这能忍？听着大黑气急败坏的咆哮，昭昭没忍住扑哧笑出声。怎么感觉这人类幼崽在嘲笑本大爷？昭昭笑不出来了。真是自己吓自己，区人类幼崽怎么可能听懂本大爷说话？昭昭紧紧咬着嘴唇，很想说一句他真的能听懂，又害怕惹急了这威风凛凛的大黑狗真的咬他一口。大黑绕着昭昭走了一圈，越来越稀罕。这么可爱，带回去给主人一起玩，不知道主人会不会夸我。哎呦呦呦，这小模样长得真令人心疼啊！
就是这脸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巴掌印，该不会是那群没有根儿的死太监干的好事吧？敢欺负疾风大爷的人，看我不好好的吓吓他们！大黑忽然趴到昭昭面前，大眼睛示意昭昭爬上来。这是想让我坐上去啊？哎呀，我这眼睛都表示的这么明显了，他咋还没有反应？该不会是个傻子吧？不行不行，这么可爱的幼崽，要是个傻子可怎么办？必须赶快带回去给主人看看，万一还有救呢。被一只狗骂傻子，昭昭生气的双手叉腰。大黑，昭昭不是傻子。人类幼崽，你听得懂本大爷我说话？小老鼠从昭昭衣襟里钻出来。傻狗，傻眼了吧？嘿嘿，它不仅能听懂你说话，还能听懂我们说话呢。大黑狗身体弓起来，猛地后跳，做足了准备攻击的准备。小老鼠吓得嗖一下，又钻进了昭昭的衣襟中。哎呀呀，你这傻狗，一见面就咬人，你是牙痒的没处咬了吗？该死的！上次他还把叔叔我当成了磨牙棒，要不是趁他偷喝了主人的酒，睡得不省人事，我都逃不出去呢。大黑气得呲牙咧嘴，恨不得冲上来把两只小老鼠抓出来，跑到跟前看到昭昭，怒火的眼睛又变成了满眼星星。小崽子，你真的能听懂我们说话呀？哎，你怎么会听得懂我们说话的呀？太好了！哎，你快跟大哥回去，替我告诉主人，我不爱吃大骨头，我想吃香香软软的糯米鸡，还有那个酱肘子，还有那个八宝鸭和那个。好啊，不过大黑，在我帮你之前，你能不能先帮帮昭昭呀？1刻钟后，整个后宫乱成了一团。快，大黑，就是那个老妖婆打的粉桃姐姐，你快上去把她的裤子给咬下来。还有那个小太监还想掐昭昭的胳膊呢，好疼的！大黑替昭昭咬他一口好不好？啊，是他刚才还骂昭昭是小贱蹄子。大黑上！被追着四处逃窜的嬷嬷和太监们欲哭无泪。不是说疾风不近人情，见人就咬吗？他怎么这么听着小丫头的话？很快这边的动静就惊动了御林军，坐在软轿上的温贵妃险些鼻子都气歪了。区一个小贱人，竟然把他的宫人们耍得抱头鼠窜。都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那只疯狗给本宫抓住！此时大黑正玩得不亦乐乎，呼啦啦围上来一群带刀侍卫。不好了，是御林军！黑爷爷我搞不定这么多人啊！大黑你傻呀，搞不定我们可以跑啊！快跑，我们去找你的主人。大黑眼睛倏地一亮，身体如同炮弹射了出去。还是小崽子聪明，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去找主人做主。快抓住他们呀！别让他们给本宫跑了！千万不能让那个小贱人见到三皇子，否则这件事肯定会捅到皇帝那里去。他必须赶在皇帝过来前解决了这小贱人才行。大黑不愧是叫疾风，跑起来的速度跟风一样，一眨眼就跑出去几百米。那些老嬷嬷和太监早就被甩在了身后，看不到影子了。可他们也没有高兴太早。御林军不愧是护卫皇宫的，个个功夫都不是盖的，几个呼吸间就追上了他们速度。眼看着他们即将被抓到，大黑猛地来了个急刹车，昭昭只觉得身体突然腾空，朝前飞去。下一秒，他的身体如同炮弹似的砸到了一个人。昭昭仰起头，就看到了一张俊美的脸。刚准备开口求救，身后2个太监呼啦啦冲了上来，将他从三皇子身上拉了下来。三皇子恕罪，这是新进宫绣娘的女孩，因为不懂规矩，这才冲撞了三皇子。奴才这就带下去，好好教他规矩。我不是，三皇子若是没有其他事，奴才们这就告退了。大黑立即冲到了三皇子跟前，用他毛茸茸的狗头蹭着他的小腿。主人，快救救小崽子！裴彦白有些惊讶，他养大的狗竟然神奇的让他救人，关键他还听懂了。啊，难道傻气也会传染的？主人也被我传染了？不能吧！神奇的是，裴彦白好像又听懂了。小太监马上抱着昭昭往回走。站住！小太监身子一顿，谄媚的转过身。三皇子还有何吩咐？你们是哪个宫的？奴才是温贵妃宫里的。裴彦白朝他身后的小丫头看了一下，裴景燕和裴昭堂不是经常在他面前炫耀他们认了一个可爱又乖巧的妹妹吗？那他为啥不能认一个？汪汪！还等什么呀？快把小崽子救回来啊！没有看到小崽子都被捂得快翻白眼了吗？什么时候大黑这么关心一个人类小丫头了？他拍了拍大黑的脑袋，安抚住他，抬眸朝太监望去。放开他！这三皇子是不是嫌他冲撞了你，想要略施惩戒？还是不麻烦三皇子了？奴才下去就打他10大板，给他一点教训。
贵妃娘娘想必已经等急了，奴才们就先告退了。什么时候本殿下的话在一个小太监跟前也不管用了？殿下恕罪，实在是这小丫头是贵妃娘娘点名要见的人，奴才们这也是听命行事，还请殿下行个方便。裴彦白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一挥手，立即有人围了上来，将昭昭从太监的手里抢了过来。昭昭刚一落地，就朝他们跑过来。小丫头还挺懂得感恩的，你瞧，刚获救就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我，真可爱。他忍不住伸出双手准备接住昭昭，下一秒昭昭脚步稳健地从他身边掠过，一头栽进了大黑狗的怀里。谢谢大黑救了昭昭。这谁救了他？正抱着大黑蹭的昭昭忽然感觉背后一道冰冷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下一秒昭昭被提着调转了个儿。小东西，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是本殿下救了你哦。昭昭眨了眨大眼睛，这小东西这是什么表情？他就一点表示都没有的吗？可是大黑带我来找你的，我应该先谢谢大黑才对。大哥哥应该不会这么小气，这点小事也要跟昭昭计较吧？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大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他才出手救我的。出乎意料的，裴彦白并没有生气。小东西说的对，工人都是一副震惊的表情，这还是他们那个阴晴不定的三殿下吗？小崽子果然讨喜，主人很喜欢你哦。小太监瞧着这一幕，深知自己这是带不走昭昭了，眼底狠光乍现。去死吧，小贱人！眼看着匕首就要刺中昭昭，裴彦白就将小太监狠狠踢了出去。本殿下竟然不知道温贵妃手底下的狗竟然如此凶狠。小太监手中的匕首反转，猛地扎在自己胸口。奴才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们伤害温贵妃。他知道自己就算此刻活下来，刺杀郡主的事情早晚会败露，到时候还是会死，还不如现在死的忠心。温贵妃还能念及他的好，善待他的家人。唉，真可怜，临死之前都不知道他的家人早就被温贵妃杀了。温贵妃真的是太狠了，表面欺骗他们说家人都被妥善安置，实际上早就被全部送去归西了，要不然这些人怎么可能对他死心塌地？看到那个鼻子上有颗痣的吗？他要不是为了替妹妹治病，怎么可能给温贵妃卖命？只可惜他妹妹早就被卖进了青楼，准备榨干他最后的价值。何止啊，还有那个模样清秀的，他会跟着温贵妃，还不是以为温贵妃是他的救命恩人？实际上他的救命恩人夏凉娣早就被温贵妃给害死了，就连那块证明身份的玉佩都是他抢来的。昭昭眼神越来越亮，原来这些人之所以这么替温贵妃卖命，都是被骗了呀。大哥哥，他好可怜，温贵妃早就把他的家人给杀了，他还以为自杀就能够保全他的家人，殊不知他的家人早死了。原本还有一口气的太监倏地瞪大了眼，这不可能，是真的哦。你就告诉他，他那个2岁的小侄女死前还抱着他送的布娃娃呢。昭昭有些难过的复述了遍。小太监一口气没上来，彻底咽气。昭昭小手一点，跟着小老鼠念：你的妹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反而被卖进了青楼里接客，她的身体早已经被掏空，恐怕命不久矣了。你要是不信，完全可以出宫去查看一番。还有你的救命恩人根本就不是温贵妃，而是夏凉娣。那块玉佩是他从夏凉娣那里抢来的，亏你还恩将仇报，替恩人的仇人卖命。夏凉娣要是知道了，估计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这小郡主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就连那块玉佩都是她藏在心底的秘密，温贵妃都不知道，她竟然知道。有点意思，这小丫头果然不一般，她从何得知这么多事情？难道她能掐会算，是个小神童？奴才名叫魏忠，此次回去之后定会查明真相，若是事实正如小郡主所讲，那魏忠便欠小郡主一条命。我妹妹她当真被卖去了青楼？何止啊，她不仅被强迫接客，还要替温贵妃的哥哥在怡红楼收集情报，否则就拿哥哥的性命要挟，真是可怜啊。昭昭听不懂接客是什么意思，只能将这句话复述出来。小佩子一听这话，眼睛通红，恨意在眼底涌动。如果说之前他还有些怀疑，现在是彻底信了。因为怡红楼明面上是温大人的产业，实际上背后真正的主人是温贵妃。只有这些跟着他的宫中老人才知道，那些还在观望的太监们全部齐刷刷跪下了。若是我们不死，以后定会为小郡主效命。他们跪拜之后，全部心事重重地离开了。看好戏的裴彦白低下头看向昭昭，
小郡主，皇叔认回来的女儿。三哥，昭昭只感觉身体突然悬空，下一秒就被放在了疾风的后背上。三哥，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今日妹妹在宫中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作为你的三哥，自然是要去替你找回场子的。哼，只要他努力讨好妹妹，就不信他还会只喜欢裴景燕和裴昭堂那两个家伙。啊？可是三哥，我已经教训过那些嬷嬷了。无妨，你教训的是你的事情，现在是三皇兄的事情。谁说这个三皇子不近人情的？这不挺好的吗？第一次见面就想着为我出头。他们刚走了没几步了，就看到了急匆匆跑过来的裴景燕和裴昭堂。昭昭，妹妹，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父皇和皇叔知道你在宫里失踪后，都快急疯了。你怎么坐在疾风背上？快下来，让二哥抱着你。二哥这是要做什么呀？你养的这狗什么秉性，你不知道？万一它伤到了昭昭怎么办？哎，就是，昭昭快下来，让六哥哥背你。两个不要脸的，不就是怕我利用疾风笼络昭昭的心吗？至于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无耻！二哥、六哥，你们放心，昭昭没事，而且疾风很厉害的哦，是他救了昭昭。听到这话，裴景燕心情有些不美好，她的昭昭都不依赖她了。裴昭堂闻言大惊：妹妹，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还有你为什么说是疾风救了你？是温贵妃，我在去见皇祖母的路上遇到了温贵妃，她非要带走昭昭，昭昭太害怕了就跑了，她就派了好多人来抓昭昭，还让人打了粉桃几节呢。可恶！温贵妃如今仗着怀孕在身，已经如此无法无天了吗？她当真觉得自己就一定能诞下小公主？生不生得出来，她不一定的。与其在这里废话，不如去找父皇为昭昭做主。裴景燕和裴昭堂一愣，意识到裴艳白这是真的要去告御状了。可是温贵妃现在风头正盛，父皇真的会袒护昭昭吗？怕什么？皇叔不是也在里面吗？父皇不做主又如何？这不是还有能做主的人吗？皇叔性格极端又护短，他怎么可能会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欺负？等着吧，有好戏看了。御书房外，有人比他们先到达。哎呀，陛下呀，你一定要为我们娘娘做主啊！小郡主她目无王法，带着三皇子的爱宠冲撞贵妃，害得贵妃娘娘差点小产。我们娘娘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太医说都见了红，这一胎呀，怕是保不住了。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温贵妃死了呢，还流产。哼，又是他百试不厌的争宠手段。唉，也不知道皇帝这次是护着小丫头，还是那个温贵妃喽。好一个阴险狡诈的温贵妃，这是准备用孩子挑起父皇惩治昭昭呢。御书房的门被人从里面打开，皇帝和摄政王的身影同时出现在门口。爹爹！昭昭一看到裴荣景，就从疾风背上跳了下来，跌跌撞撞朝他扑了过去。裴荣景立马弯腰接住他，眼睛掠过他脏污的小脸和破烂的衣裙。本王的昭昭，你受委屈了，以后爹爹绝对不会再任由你一个人去找母后了。他说罢，神色冰冷地扫过一侧的皇帝。哼，本王原本以为这皇宫里都是像本王一样喜欢昭昭的人，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想要昭昭的命。若非他命大，今日本王见到的怕就是他的尸首了。他这话说的不轻不重的，却让在场的人出了一身冷汗。尤其是皇帝，他都不敢正眼去瞧摄政王，一张脸苦巴巴地看向昭昭，委屈的都快哭了。他好不容易塑造出来的形象全毁了，以后昭昭肯定不喜欢他了。都怪那该死的温贵妃，原本念着她怀有身孕，太医也说可能是个公主，这才对她纵容有加。可她即便生出来的是个小公主，那也不是她的昭昭啊。皇兄，今日之事，你若是不能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休怪本王以后再不让昭昭进宫了。没错，哀家竟然不知道，只是让昭昭进宫一下，竟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以后别说摄政王，就是哀家也不敢让他轻易进宫了。昭昭可怜兮兮地看向皇帝陛下。皇伯伯，昭昭不碍事的，昭昭不疼，还请皇伯伯不要生温贵妃的气。不生气？怎么能不生气？现在他皇帝和母后都不打算再让昭昭进宫了，他还能坐得住吗？哼，流产，他若是真流产了，朕还能高看他一眼。来人，即刻将温贵妃给朕带到御书房，
不管她有没有流产，能不能走路，就是抬也给朕抬到这里来。趴在御书房屋顶正在睡午觉的小白猫忽然抬起了毛茸茸的脑袋。哎，这不是上次见到那个人类小崽子吗？他这次怎么搞得这么狼狈？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要饭了。昭昭听到声音猛地抬头，不是，他怎么突然看向本喵了？难道本喵刚才的猫叫声太大了？小白猫伸了个懒腰往前走了2步，忽然看到了躲在裴艳白脚下的疾风。我去，这不是那个该死的大黑狗吗？他怎么也来了？这死狗发现我了！不行，本喵得赶紧跑，万一又被他追上，岂不是又要逼着本喵给他当媳妇儿？化物种就算了，关键本喵是个公的，他奶奶个腿的，一天天的都是什么事啊？昨天不小心看到温贵妃假怀孕，差点被追得跑断腿，还好本喵机灵，钻到她床底下躲过一劫。嘿嘿，这叫什么？这就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小白猫弓起身子，转身就要跑，昭昭急得不行。疾风，别让他跑啦！他刚才是不是说温贵妃假怀孕？小白猫顿时炸毛了。喵喵喵，这个小崽子是怎么回事？他干什么让那只死狗抓住本喵？本喵什么时候得罪他了？不行，本喵得赶紧跑，否则清白要不保了。那死狗就跟他的名字一样，跑得死快，要不是本喵能飞檐走壁，哪能跑得出他的魔爪？果然在他刚转身的瞬间，疾风如同炮弹般射了出去。裴艳白眉心一皱，立马追了上去。疾风，你给本地下站住！不行啊，小崽子要抓那只大白猫。嘿，媳妇儿，我来了。娘的，你有病吧？本喵也是公的，去你娘的媳妇儿！嘿嘿，媳妇儿，总有一天，本喵非要弄死这只死狗。大白猫跑得非常快，但是疾风也不是吃素的，在他身后紧追不舍，一个在房顶上跑，一个在地上窜。裴艳白紧追不舍，虽然不明白疾风为什么忽然要追那只猫，但是绝对跟昭昭脱不了干系。他可是亲耳听见，是昭昭说了句抓住他，疾风才追过来的。小昭昭，你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御林军统领林峰碰到了他，连忙行礼。不知道三殿下在找什么，是否需要属下帮忙？裴艳白停了下来。来得正好，快帮本殿下抓住那只白色的小猫。有了御林军的加入，大白猫这是插翅难逃了。约莫1刻钟不到，大白猫就被堵在了墙角。是你自己过来，还是本殿下抓你过来？你最好想清楚了。若是让本殿下亲自动手，你的命根子可能就保不住了。命根子没了，他就真的要被那只死狗酱酱酿了。僵持了几个呼吸，大白猫乖乖地走到裴艳白身边。裴艳白眼眸闪过诡异的弧度，果然如他猜想的那般，这只猫能听懂人话，否则他也不会在昭昭说出那句话后突然跑走。有意思啊，有意思。小昭昭，这是不是就是你的特别之处，能够和动物沟通？御书房里，哎呦，看看这小脸花的，衣服都破了几个洞，哎，一看就吃了不小的苦头。皇祖母无需自责，你看昭昭好着呢，虽然有些狼狈，但是昭昭没有受伤哦。刚说完，他的肚子就咕噜噜响起，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哎呦，朕的小昭昭是不是饿了？来人，还不快去将朕最喜欢的枣蓉糕端上来，给小郡主尝尝。哼，别以为一点吃的就想收买昭昭，今天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轻易算了。皇帝硬着头皮尬笑了下，他哪知道那温贵妃发什么疯，好端端非要跑过去找昭昭的麻烦。裴荣景没有说话，眼神却冰冷的可怕。温令杀温家人，此事怕与昨日的忠永侯府脱不了干系，幕后之人恐怕是那位鸠占鹊巢的假千金温奕欢吧。疾风忽然从门外窜了进来。小崽子，快看本大爷，我把我媳妇儿给带回来了。昭昭眼睛倏地一亮，朝门口望去。裴艳白悠闲地从门外走了进来，怀里抱着炸毛的大白猫。喵的，本喵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你还要不要脸了？本喵是公的，公的！你咋这么饥渴？种族不分就算了，你还性别通吃啊？我不管，我不管！本大爷说你是我媳妇儿，那你就是我媳妇儿。谁让大白猫完全长在了他的心巴上？他爱得要死怎么办？小崽子，你快说，你到底让这只死狗抓本喵做什么？昭昭激动地伸出双手，大白猫很有灵性地跳到了昭昭的怀里。嘿，大白猫，你刚才说温贵妃假孕，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听到这话，大白猫惊恐地看向昭昭。你能听懂本喵说话？嘘，你快回答我刚才的问题。真有人类能听懂本喵说话？我还以为之前的国师是胡说八道的呢。
没错，本喵亲眼看到他那个肚子是假的，里面垫了一层薄薄的棉花垫。那你还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她怀孕是假的吗？棉花垫不靠谱，温贵妃现在肯定已经将假怀孕栽赃给了她身上。她就算现在找到棉花垫，也没办法证明温贵妃假怀孕的事实。当然有，快说说。本喵要是告诉你了，本喵能有什么好处？本王听说你喜欢金子，只要你把证据告诉我们，本王可以送你一些金子宝贝儿。他话音刚落，3道震惊的目光齐刷刷扫向他。这不是那尊煞神吗？他竟然抱着小崽子，也就是抱着本喵。刚才被4狗气得太狠，都没注意到煞神也在这里。啊，爹爹，你能听懂我们说话？不能。那你猜的？猜的吗？怎么猜这么准？裴荣景眼底闪过一抹惊诧的幽光，他没有告诉昭昭实话，以前他从未听懂过。裴荣景深邃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自己的手臂上，莫非跟他抱着昭昭，昭昭又抱着大白猫有关系？本王的提议，你可愿意接受？裴荣景冷漠地凝视着大白猫，顿时一股寒意刺穿他的脊椎骨。他喵的，怎么1个2个都威胁他？就是他一直吃的凝香丸，使用凝香丸的人半年之内不可能会怀孕。他3个月前才刚使用过凝香丸，而且他的睡榻下方的暗格中还藏着剩下的凝香丸。你们随便找个靠谱点的大夫，应该都能查出来。好了，你可以从昭昭的身上下去了。他大手一挥，就将大白猫扶了出去。喵他！煞神果然是煞神，一言不发就动手，太没有道德了。亏本喵刚才给他说了证据。齐嬷嬷一眼就认出了大白猫。咦，这不是太后宫里养的白猫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难怪最近都瞧不见你，原来是跑到陛下这里来了。哈哈，真是顽劣，也不怕皇帝一个不高兴，把你抓去扒了皮，做成大肠。那个母后啊，朕还没有那么丧心病狂。连我们昭昭这么可爱迷人的小宝贝都能下死手，你又能是什么好东西？朕冤枉啊，那都是贵妃干的好事，跟朕有什么关系啊？他不是你妾室，不是你的人。还能这么算吗？玉轩宫，娘娘，您这招果然高明，既可以将您假怀孕的事情掩盖过去，又能逃避追杀小郡主的罪责。最重要的是，您因为她流产，陛下肯定不会放过她。哼，一个小野种也敢威胁到奕欢在中永侯府的地位，还让我的好瑶儿被皇帝罚着闭门思过。真当我温家的人好欺负了？看那小野种这才怎么反噬，就是不知道这摄政王会保他到何种地步。别人不知道，本宫还能不知道？那小野种根本不是摄政王的种，他定是为了糊弄太后才出此下策。不过这小野种的运气可真好，偏偏就被摄政王捡了去。娘娘，陛下派人过来了。原本躺在床上假寐的温贵妃闻言，立马装出一副虚弱无力的模样。我的孩子啊，是娘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太医，我的孩儿真的没救了吗？陪着温贵妃演戏的太医紧张地擦了擦额头的汗。娘娘节哀。他也不想陪着撒谎啊，可是他夫人的弟弟犯了事，此时还被温大人扣押着。要是他不听温贵妃的安排，他大舅弟就没命回来了。臣妾的孩子啊！海公公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温贵妃这副要死要活的模样。温贵妃，咱家是奉陛下之命过来请您去一趟御书房。温贵妃一愣，陛下没来吗？他刚小产了，陛下不仅没有来看他，反而让海公公来传话，让他去御书房。看来他对小贱种下手的事情，陛下已经知道了。陛下在御书房等着您呢，您还是抓紧点吧。我们娘娘才刚小产，怎么能去御书房？陛下他是什么意思啊？放肆！陛下的决定岂是你一个老奴可以智慧的？来人，给咱家张嘴！海公公，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不过是替本宫说句话，你……咱家瞧着温贵妃气息很足啊，那还是别耽误时间了吧。
快跟咱家走吧，别让陛下等急了。本宫刚小产，没有力气，海公公还是回去告知陛下吧。是本宫没用，没有保护好孩子，还请陛下降罪。海公公冷笑一声，就知道温贵妃不会乖乖跟他走。将轿子快抬进来吧，陛下说了，无论娘娘是不是流产，能不能走路，就是抬也得将您抬到御书房。什么？温贵妃猛地一惊，浑身冰凉。临走时，她特地将贴身婢女叫了过来，悄悄说了几句。那婢女立马悄无声息地退走了。陛下，温贵妃到了。皇帝给昭昭夹菜的手一顿，见所有人都安静地看着他，看来都等着他这个皇帝表态呢。到了就到了，让他在门外跪着。可是什么可是？难道朕的话也不管用了？是温国公，他带着一众朝臣都跟着温贵妃跪在了殿外，跪求您惩治小郡主呢。什么？温国公他这是想干什么？难不成他还想将手伸到皇帝的后宫中来吗？哼，皇兄前脚刚刚派了海公公去请温贵妃过来，后脚温国公就带着朝臣跪在了殿外，还真是消息灵通呢。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这温国公到底在父皇身边安排了多少人。胆敢窥探天子行踪，温国公的胆子不小啊。好啊，好一个温国公，好一个温贵妃。皇帝带着怒气起身，眉眼含着冰霜朝殿外走去。裴荣景眉头天挑了挑，看向了身侧的燕语，燕语不留痕迹地退了出去。陛下呀，臣妾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您要如此对待臣妾呀？陛下，即便她是摄政王的女儿，也不能目无王法呀。她害得温贵妃流产，您不仅不惩治她，还让温贵妃带着病弱的身体跪在这里，真是寒了老臣的心呐。温国公假意地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得好不凄惨。还请陛下严惩郡主，给温贵妃一个交代，给臣等一个交代。交代。他冰冷的目光扫向温贵妃，眼底满是寒霜。后宫中的那些阿杂手段，他不是没见过，只是那些嫔妃如何争相斗艳，他都无所谓。毕竟他们斗得越狠，前朝越稳。可是温贵妃，她千不该万不该将手伸向昭昭，那可是荣景唯一的子嗣。温贵妃，你不如先说说你为何会流产吧。温贵妃身体一抖，一抬头就对上了皇帝幽深的眼眸。是臣妾见到昭昭小郡主甚是喜爱，想要带她回臣妾的宫中玩耍，谁知她不仅不愿意，还带着三皇子的疾风撞向臣妾的软轿，导致臣妾从软轿上摔下来，这才可怜了我的孩儿。他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陛下呀，您可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昭昭从内殿跑了出来。你撒谎，明明是你想让嬷嬷强行带我走，昭昭不同意，你就让他们抓了我身边的婢女威胁昭昭。若不是昭昭跑得快，现在已经惨遭你的毒手啦。小贱种，什么时候这么条理清晰了？臣妾没有。小郡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那奴婢呢？这是奴婢为了保护小郡主，被温贵妃身边人打的。您的人不仅打了奴婢，还口口声声骂小郡主是小贱种。小郡主是王爷的女儿，他们骂小郡主是贱种，奴婢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也是在骂王爷？哼，好个牙尖嘴利的贱婢！温贵妃喉咙一紧，呼吸都乱了几分。这都是误会，一定是下面的人口无遮拦，跟贵妃娘娘没有关系呀。误会？哼，那昭昭害得温贵妃流产也是误会了。这摄政王，咱们可不能这么算呐。郡主毕竟害的是温贵妃流产，那可是未出世的皇子啊，谋害皇嗣可是大罪，还请陛下严惩小郡主。可是温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又怎么会流产呢？这个小贱种怎么会知道？不，这一定是巧合。小郡主，你即使再不喜欢本宫，也不能这般冤枉本宫啊！本宫才刚失去了孩儿，陛下，你难道真的忍心看着臣妾被人如此欺辱吗？皇帝闻言微微皱眉，
尤其是看到温贵妃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终究有些于心不忍。皇帝叹了口气，看向昭昭道：昭昭，不可胡说。昭昭没有说谎，皇伯伯，你一定要相信昭昭。太后也从殿里走了出来。昭昭不必害怕，哀家绝不会允许他们伤害你的。看把他的昭昭吓得都开始胡言乱语了。昭昭说的都是实话，贵妃娘娘她真的没有怀孕。皇伯伯、皇祖母，你们要是不相信，大可以让太医过来替贵妃娘娘重新诊治一番。只要太医来了，就一定能够查出来温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到时候皇伯伯他们肯定会知道真相的。是一个温贵妃上来就想害死昭昭，真是太可恶了。这……温国公有些犹豫，他不由得看了眼自家妹妹，这小郡主说得如此笃定，莫非妹妹她真的是假怀孕？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太医院的白院证都被本宫收买了，你以为你叫御医来就能拆穿本宫了？哼，小贱种，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本宫不同意，小郡主无凭无据就张口冤枉臣妾，我不是想要以此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好为害死臣妾孩儿的事情脱罪。臣妾想要强行带走小郡主，是臣妾的不对，但是臣妾只是因为太想要个女儿了，这才见到小郡主起了喜爱之意，想要与郡主多亲近亲近，沾沾小郡主的光，好让臣妾也能够诞下公主。臣妾真的没有想要伤害小郡主的心思啊，可是小郡主却纵狗行凶，害得臣妾流产失去了孩子。陛下，您当真要包庇郡主到底吗？臣妾昨夜还梦到了那孩子，他喊着臣妾娘亲，是个可爱的小公主，他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就死了。陛下，那也是您的孩子啊，是您心心念念的小公主啊。皇帝只觉得心口一痛，就连太后的面色都有些动容。他想了那么久的小孙女就这么没了。请陛下严惩小郡主，还温贵妃一个公道。百官们不停地呼喊，一声高过一声，皇帝的脸沉了下来。百官在逼着他做出选择，是选择维护这个小郡主，还是选择平息百官们的怒气？就在这时，燕语去而复返，冲裴荣景点了下头。裴荣景嘴角掀起笑意。既然大家都觉得本王的女儿罪无可恕，那本王也不好再继续维护她了。皇帝和太后猛地看向裴荣景，摄政王这是想做什么？就因为这个要放弃自己的女儿了？皇叔，不可！裴荣景抬手打断了他们的话。看来爹爹这是找到证据了。不知道诸位想让皇兄如何惩罚他呢？摄政王这就妥协了，他不是最护短、最阴险狡诈吗？难道是因为他们太团结一心，令摄政王不得不屈服了？温国公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这么顺利，心中忍不住大喜，与温贵妃对视一眼，眼底闪过阴狠。谋害皇嗣，罪不容诛，但是小郡主毕竟年龄还小，自然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还请陛下将其剥夺郡主头衔，贬为庶人。哎呀，这温国公还真敢说呀！殊不知温国公这是等着昭昭被贬为庶人后，再对其赶尽杀绝呢。好，就依温国公的。不过，摄政王还想说什么？既然本王的女儿提出了质疑，本王也自然好好调查一番才是。否则，若是误会了昭昭，岂不是要害本王失去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你说对吗？温国公不知为何迎上摄政王的目光，温国公顿时有种被野兽盯上的错觉。温贵妃闻言，眼眸闪了闪，故作坚强的道：好，本宫同意让御医替我把脉。哎，不急，先来说说，万一温贵妃并未怀孕，还假意流产陷害昭昭，又该当何罪啊？又如何惩治？皇兄，不如你来替臣弟解答。莫非这温贵妃真的有什么问题吗？若是温贵妃并未怀孕，还借此来陷害小郡主，朕定剥夺她的贵妃头衔，将她打入冷宫，赐白绫。温贵妃身体不由得一抖，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好，裴荣景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凌厉的目光猛地射向温贵妃。温贵妃，你现在认罪还来得及，
摄政王，本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燕雨，将东西拿上来。是。燕雨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递给裴荣景，后者接过之后，直接丢在了温贵妃面前。温贵妃，这东西是本王让人在你寝宫里找到的，温贵妃应该不会陌生吧？温贵妃低头看到那熟悉的瓷瓶，浑身一颤。这是西域产出的凝香丸，服用此药会让人身上散发异香，令人心旷神怡。可是此药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那就是服用此药者半年内都不可能怀有身孕。温贵妃，你来告诉本王，你是如何在服用了凝香丸的情况下还能怀有身孕的？本宫，这凝香丸是本宫的没错，可是本宫已经1年内都不曾使用过它，本宫自然会怀孕。皇兄，你上次宠幸温贵妃的时候是多久以前？朕记得是2个月前。皇帝有些窘迫，他宠幸妃子的事，他也好意思拿到百官面前来说，这让他这个皇帝的颜面往何处放？那皇兄当时可闻到过什么香气？朕不记得了。那些后妃哪个不是费尽心机的讨好他，为了侍寝都将自己弄得香喷喷的，他哪里知道哪个是凝香丸散发出的异香，哪个是花香？皇兄这是有点不配合呀。哪里需要那么麻烦？服用过凝香丸的人不出3个月，他们的血液都会引来蚂蚁，只要让那温贵妃放点血，事情自然明了。没错，她上次服用凝香丸还是在传出怀孕前，这前后不出2个月，血液中的香气还没有散完呢。昭昭眼睛滴溜溜一转，扯了扯裴荣景的衣摆，示意他低头。待听到昭昭的话后，唇角也跟着翘了起来。温贵妃咬着牙，为了自证清白，立即开口道：陛下，还请您传御医，让御医为臣妾诊脉。对，快传御医。摄政王无法证明温贵妃半年内是否吃过凝香丸，温贵妃也无法自证，那不如让御医现场为贵妃诊脉，是否流产一验便知。皇帝将目光转向裴荣景，后者无所谓的耸耸肩：传御医，不，传白院正亲自过来。很快，白院正被喊了过来，亲自给温贵妃诊脉，得出的结果竟然出乎意料。启禀陛下，温贵妃的脉象确是小产的迹象。王伯伯好可怜，你太医院的人竟然跟着温贵妃一起欺骗你，明明温贵妃就没有怀孕，他还信口雌黄，不知道的还以为温贵妃才是这后宫之主呢。昭昭，不可胡说，妹妹呀！最先反应过来的温国公嚎啕大哭：小郡主，你简直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呐！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恶毒，明明就是你害得温贵妃流产，你还敢质疑白院正？这白院正可是太医院医术最为精湛的，大圣朝有你这样的郡主，简直是耻辱！求陛下剥夺他的郡主头衔，将其贬为庶人。求陛下将其贬为庶人。都给朕闭嘴！黄伯伯啊，昭昭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还请黄伯伯能够允许一个人进宫替昭昭作证。昭昭，别闹了，朕相信你不是有意害得温贵妃流产的，放心，朕绝对不会剥夺你郡主的头衔，将你贬为庶人的。可是昭昭真的没有说谎。朕，陛下。皇后闻讯赶来，连忙走到了皇帝面前，行了一礼。臣妾相信昭昭，昭昭不是个会说谎的孩子。既然昭昭说他有人证，陛下为何不让昭昭召内人进宫面圣啊？还请父皇准许昭昭传召内人。传召大人。皇帝，既然昭昭坚持，那你就召见吧。左右不过是多等些时间。太后心中莫名的也有些相信这小丫头了。若真如这小丫头所说，白院正都被温家人所掌控，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陛下，爱妃别急，不过是传召个证人，这点时间，相信爱妃还是等得及的。温贵妃只能作罢，看向皇后的眼神带着怨气。好不容易到了关键时刻，这个贱人就跳出来找茬儿，真该先将这贱人拉下马的。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昭昭要等的人终于出现了。昭昭一见到来人，就激动地跑了过去。谢爷爷！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咱们可不行这么胡乱喊呐！要是被师傅知道了，非得打断师兄的腿呀！嘿，昭昭不告诉师傅不就好了吗？薛老不解地看向四周。师妹啊，你这个时候喊师兄进宫，所谓何事啊？
昭昭将刚才的事情简单的说了遍。好一个温贵妃啊，竟然敢如此陷害师妹你！看师兄我一会儿不狠狠地戳穿他。昭昭拉着薛老的手，将他拽到了皇帝面前。皇伯伯，这就是昭昭的证人，他可以证明昭昭没有说谎。你要怎么替他作证啊？还请等老夫为温贵妃把脉之后再做决断。好。薛老走到温贵妃面前，还请贵妃将手伸出来吧。温贵妃有些犹豫，如果这老头会医术，一下子就会查出来自己没怀孕的事实。但是他现在骑虎难下，他如果不给对方把脉，皇帝一定会起疑。薛老搭上脉搏片刻后，起身行礼道：回禀陛下，这位娘娘脉象平稳，搏动有力，不像是刚流产的模样。你胡说，温贵妃明明就是怀胎的脉象。没错，你一个江湖郎中，难道还比太医院最厉害的白院正还厉害吗？我看你就是信口胡诌。你是哪里的大夫？说出你的名号，我免号告知百官以后，莫要去你的医馆看病，免得误人病情。面对百官们的质疑，薛老淡定地捋了捋胡须。老夫不才，江湖人称薛神医。什么？薛神医？啊？就是传说中那个医死人肉白骨的薛神医嘛。据说他研制的延年益寿丹，吃一颗就能长生健体，吃2颗就能延年益寿，就连左丞相都在四处打听薛神医的行踪。可是这样厉害的人，怎么就会被小郡主给随随便便请过来了呢？是啊，该不会是个冒牌货吧？什么假的？我是如假包换的薛神医，好不好？陛下，微臣愿意性命担保，温贵妃的脉象确实是小产后的迹象，您万万不能相信这么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假神医的话呀！对呀，薛神医乃是世外高人，就连左相花重金都未能见到其一面，这小郡主何德何能够请得来薛神医啊？他肯定是假的。他们一唱一和的，气得薛老差点爆粗口。昭昭连忙拉住薛老的手：师兄，服用过凝香丸的人3个月内体内的血液都会带有异象，一验便知。哦，对哦，我怎么没想到呢？不愧是师父最看重的小师妹，学的就是比她快多了。老夫是不是真的无需向你们解释，但是他3个月内是否服用过凝香丸，老夫有办法验证其真假。哼，你都是个假神医，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哼，就凭服用过凝香丸的人血液会散发异香，3月不散。我们人类虽然闻不出来，但是动物的嗅觉却相当的敏锐，它们会被这血液中的香气所吸引。温贵妃面色陡然一慌，张开嘴刚想反驳，薛老眼疾手快地走过去，抓住她的手指，用大号银针轻轻一戳，顿时鲜血如注涌了出来，大颗大颗地滴在了青石板的地面上。啊！你要干什么？温贵妃吓了一跳，想要捂住伤口已经来不及。薛老快速地收起银针退后，只是验证一下贵妃的血，看看究竟会不会吸引来虫蚁。哦，你怎么敢伤害温贵妃呀？陛下，快将她拖下去乱棍打死，此人甚是危险，他竟然敢当众伤害温贵妃，难保不会对陛下您出手。御林军呐，来人，快将这刺客拿下！随着温国公说完，又有不少百官们跟着怒目而视，严声厉喝。昭昭挡在薛老身前，奶凶奶凶的道：师兄只是为了证明贵妃娘娘是否服用过凝香丸罢了，你们这么激动做什么？难道你们害怕黄伯伯知道你们一直在撒谎吗？我看他们就是害怕欺骗陛下的事情被戳穿。你们简直是信口雌黄。陛下，如果您执意要相信一个假神医的话，又将温贵妃置于何处啊？陛下，您万万不能相信他呀！哼，你们，温国公不妨先看看那滩血。经过他这么一提醒，所有人齐刷刷朝温贵妃的身前望去。刚才还毫无动静的一滩血前，此时竟然围满了蚂蚁。他们贪婪地舔舐着那滩血迹，好像在尝什么人间美味。温贵妃的血竟然真的引来了蚂蚁？不，这些蚂蚁不是因为臣妾的血才出来的，而是到了虫蚁出来的季节了。你们千万别被这个人给骗了。那你们怎么不放点血，看看这蚂蚁会不会吃？别说，还真有好奇的不行，给自己放了点血出来，就滴在温贵妃那滩血跟前。
但是那些蚂蚁愣是看都不看一眼。这下在场的人顿时无话可说了。这证明不了什么，说不定就是刚才那老头在本宫的血里做了手脚，才会引来蚂蚁的。没错，一定是他做了手脚，还请陛下明察。他说完又转向白院正。白院正，你倒是说句话呀。白院正蹙了蹙眉，严肃地绷着脸朝皇帝行了一礼。陛下，温国公说的不无道理。就在这时，大白猫忽然窜了出来。这不是太医院那个糟老头吗？上次偷吃了他一根人参须，竟然追着本喵打。他不是最不喜欢温贵人那个坏女人吗？怎么今天这么护着她？疾风摇着尾巴来到了昭昭身边。我知道，温贵妃手上有一株千年冰雪莲，可以治这糟老头子唯一的孙子，他不得不听温贵妃的话。那你知不知道他孙子得了什么病？好像叫什么软骨病，就是全身的骨头软趴趴的。如今5岁了，还无法走路，就连吃饭都需要别人喂。那千年冰雪莲就是其中一味药引。软骨病，我记得师傅教给我的医书上好像有记载方法了，就是不知道和白玉医的是不是一个配方。小老鼠从昭昭衣襟探出头。小丫头，就算他们治不了，不还有仙树给你的那颗果子，包治百病。没错，别看这糟老头子现在很讨厌，其实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呢，经常为城外的百姓施粥，在闹饥荒的时候，叔叔我饿得不行了，还去偷吃过呢。不行了，果子是叔爷爷给昭昭的，太珍贵了，昭昭不能随便送人。不过软骨病，昭昭会想办法给他治。既然知道了原因，那接下来就好办了。昭昭忽然小跑到白院正身边。那不知道小郡主想要说什么？我可以治好你孙子的软骨病。你怎么会知道我孙子有软骨病的？我不仅知道你孙子得了软骨病，我还知道你之所以如此帮着温贵妃，是因为她手中有千年冰雪莲。但是仅仅有千年冰雪莲并不能治好你孙子的病，还需要用到断骨草、苦金胆和传说中的罗西河。你想要集齐全部的药引，恐怕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了。而我的手中恰好有能治好你孙子的新药。白院长，要怎么做不需要昭昭提醒你了吧？昭昭说完，悄悄问小老鼠：昭昭这样说，真的可以让他说实话出来作证吗？放心啦，包的。我乔宫里那些坏人就是这么威胁人。昭昭不是坏人，别在意这些细节。白院正的额头冒出了丝丝缕缕的细汗，这当真只是个4岁小娃娃，心思如此缜密，手段如此高明，即便是他这个活了半辈子的人都做不到他如此淡定地说出这些事情。更重要的是，他竟然连他孙子的事情都能提前知道，就好像如今的一切早就在他的掌控之中，简直恐怖如斯。你当真能救我孙儿？自然，薛神医是我的师兄，我的师父是神医谷的谷主秦正天。你不相信昭昭，应该会相信薛神医和神医谷吧？神医谷，这个小郡主竟然还和神医谷的人有牵扯，难怪她能够知道我自己孙儿得的是软骨病了。小郡主放心，老夫知道怎么做了，还请小郡主一定要信守承诺。昭昭笑了下，回到了裴荣景身边。跟他说什么呢？瞧把白院正吓的。我告诉他孙子的病我能治，不需要温贵妃手中的千年冰雪莲。裴荣景眼底闪过诧异，不愧是本王的昭昭，轻而易举的就让白院正倒戈了。温贵妃不知道昭昭跟白院正说了什么，但是她心中惶恐的不行，总觉得这小贱种有些诡异。不等她想明白怎么回事，白院正已经跪在了最中间。陛下，臣有罪，臣不该替温贵妃说谎。温贵妃确实并未怀孕，流产一事也是假的，是微臣鬼迷心窍，想要得到温贵妃手中的千年冰雪莲，才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还请陛下降罪。百官们都站不住了，不明白白院正怎么会忽然反水，是被小郡主威胁了吗？刚刚就是他去说了几句什么，白院正才认罪的。陛下，微臣瞧着白院正前后话不搭，其中定有隐情。没错，说不定是被某人威胁了也不一定呢。好啊，不愧是朕的好臣子，事实摆在眼前，你们还想替他推卸罪责？不，这不可能。白院正，那颗千年冰雪莲你不想要了吗？老臣会再想其他办法。贵妃娘娘，您还是赶紧认罪吧。
温国公傻眼了，他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反转，更加没想到温贵妃真的是假孕欺君之罪。他是准备拉着整个温国公府一起陪葬吗？薛神医！一道惊呼声打破了这僵硬的局面。哎呀，真是薛神医啊！你可让老夫好找啊！老夫请了你几次，你都不肯入府，今日怎么来了皇宫里了？你就是花了1000金，想要见老夫的左丞相？哎呀，正是在下，不知道薛神医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府上替我母亲看一看呢？那恐怕不行，毕竟有人可是说了，老夫就是个假神医。谁说的？薛老目光直愣愣地落在了温国公的身上。就是你这个混蛋污蔑薛神医的。本来就气得要死的温国公沉默。天哪，这竟然真的是薛神医！我们刚才还说他是假的，他该不会跟我们记仇吧？以后买不到延年益寿丹了吧？哎呀，都怪温贵妃，是她假怀孕还欺骗大家，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得罪了薛神医呀。刚才还站在温贵妃身后要求将昭昭贬为庶人的百官们，此时居然开始纷纷倒戈起来，要求皇帝严惩温贵妃。即刻起将温贵妃剥夺贵妃头衔，赐白绫。陛下，来人，还不快将她给朕拖下去，赐白绫！不要啊，陛下，臣妾知错了，臣妾错了，放过臣妾吧。温贵妃哀嚎着被人拽了下去，觉察到皇帝的情绪低沉，昭昭立即走了过去。皇伯伯，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昭昭唱歌给你听啊。昭昭的话还没说完，立即被裴荣景一把捂住了嘴。唱歌，怕不是想让整个皇宫都变成动物园吧？母后，皇兄，今日昭昭受到了惊吓，也乏了，我这就带他先行回去王府了。裴荣景说完，抱着他就跑，好像身后有野兽追赶似的。太后和皇帝都不由得皱了皱眉，怎么觉得摄政王有些反常？这里也没儿臣的什么事了，儿臣就先告退了。裴景彦和裴昭堂转身去追摄政王了。裴彦白笑着摇了摇头，带着疾风回了自己寝宫。不一会儿，整个御书房外就只剩下了皇帝和一众臣子。白苑正忐忑地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皇帝面色阴沉的可怕，一言不发。老臣愿意一死，恳请陛下放过整个太医院的人。左丞相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刚准备开口，就被薛老一把拉住，冲他摇了摇头。皇帝沉思了许久，才缓缓开口：白敬山欺君罔上，罪不容恕。但朕念在你这些年来的功劳，儿子又因救朕牺牲，只留下这一根独苗，朕可以饶你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革去你院正一职，杖责30，贬出皇宫，永不录用。其余替贵妃求情者，一律杖50，以敬效尤。臣等谢陛下隆恩。唯有温国公瑟瑟发抖，欺君之罪诛九族啊！陛下不会连他一起给杀了吧？陛下，微臣并不知道温贵妃是假怀孕，微臣也是被蒙在鼓里了，还请陛下恕罪。哼，既然温国公这么喜欢掺和朕的后宫之事，不如就到朕的后宫当个大总管如何？陛下，万万不可呀！臣知道错了，微臣真的知道错了，陛下您就饶了微臣吧。那就将世子承袭之位收回。这怎么温国公不愿意？那不如交出丹青铁券。微臣愿意交出世袭罔替。哼！皇帝一甩衣袖，冷着脸离开了。温国公着急忙慌地回到家，就将温夫人叫了过来。老爷，这么晚了，你喊妾身过来干嘛呀？妾身这才刚睡着。睡，就知道睡。你儿子的世子之位都没了，你还睡得着啊？老爷，这是发生了什么？贺年的世子之位为什么没了？难不成你还想传给你那个庶子不成？传什么传？陛下已经收回了温国公的世袭罔替的特权，国公府到了我这一代，就算是完了。什么？赵素琴顿时什么瞌睡都没了。陛下为何要收回国公府的世袭罔替？温国公黑着脸将宫中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这个该死的温丽莎，他这是要害死国公府啊！你说摄政王那个认回来的女儿，极有可能是那个……
应该不会错。温丽莎今日的所作所为，实则是在为易欢出气，只是没想到遇到了小郡主这个硬骨头。明明就是个，怎么会运气这么好，被摄政王给认了去？该不会当年温时宜的那个野男人就是摄政王吧？温国公瞳孔猛地一缩。对呀，老夫怎么没想到这种可能啊？这样的话，一切就说得通了。难怪我今日见那竟和摄政王如此相似，原本竟然真的是摄政王的种。若真是如此，老爷还笑得出来？哼，为何笑不出？如果那真是摄政王的女儿，我们岂不就是摄政王的长辈了？别忘了，那可是温时宜生的，我们是温时宜的生身父母。如今温丽莎是指望不上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攀上摄政王这棵大树啊！即便没有了世子之位的承袭，有摄政王在，贺年还怕不能在朝中立足吗？老爷，你是想把那个认回来？翌日一大早，整个京城都热闹起来。哎，你们快看，这温国公府抬着这么多箱子，是要干什么去啊？该不会是要去哪家提亲吧？据说这温府的小公子已经到了一星的年纪。也不知道是哪家姑娘，聘礼竟然这么多。就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温府的人浩浩荡荡地停在了摄政王府的门口。这温家提亲的对象是摄政王府？怎么可能？摄政王才双10年华，哪来那么大的女儿啊？温管家没去理会众人的议论，高高兴兴地去敲门。小厮从里面探出头：“你们是？我们是温国公府的，听说我们丢失的表小姐被摄政王给救了回来，老奴代表温家前来接我们表小姐回府。”你们表小姐？正是，我们表小姐名唤昭昭。昭昭，这不就是小郡主的名字吗？温家要接回去的表小姐是小郡主。小厮猛地关上王府的大门，马不停蹄地朝摄政王的书房奔去。王爷，不好了，温国公府的人要来抢走小郡主了！听到动静的裴荣景沉着脸从书房走了出来。鼠鼠们带着2只小鸟窜进了昭昭的闺房。琪琪，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小丫头，你想先抽哪个？粉桃正在给昭昭梳着发髻，见到鼠鼠们吓得手一抖。有老鼠！粉桃姐姐别害怕，这是昭昭的好朋友哦，他们很乖的，不会伤害人的。好吧，小郡主果然不一般，连小老鼠都成了她的宠物了。叔叔，你刚才想说什么好消息和坏消息啊？小鸟转悠一圈，瞬间落在昭昭的对面。温国公已经知道你是他们外孙女，现在正在王府外，准备带你回国公府。不仅如此，他们还准备利用你攀上摄政王这棵大树，恐怕铁了心要将你带走了。昭昭小脸梳得煞白，他猛地站起身往外跑。不要，昭昭不要离开姐姐！小老鼠们和鸟鸟们追在他身后。小丫头，你先别急，还有一个好消息你没有听。昭昭猛地刹住脚步，不解地看向鼠鼠。什么好消息？我已经通知我的鸟类朋友们，等会儿就给国公府的人下场史无前例的大雨，保管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来找你。温管家正在摄政王府吃了闭门羹，连忙通知人去请了温国公和赵素琴一起过来，就连嫁到中永侯府的温义欢都来了。摄政王的下人将王府的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老夫此次前来呢，并非要闹事儿，而是想要接回我那可怜的外孙女儿。王爷这样将我们堵在门外，是几个意思啊？谁是你外孙女啊？我们王府才没有姓温的。国公爷，你今日带着这么多人堵在我们王府门口，是想要造反吗？你胡说八道什么？老夫什么时候想要造反了？那昭昭郡主乃是我女儿所生，她就是我们的亲外孙女。王管家轻蔑地扫了眼一旁的温义欢。温小姐所生，难不成你想说你女儿嫁到中永侯府后，还和我家王爷有一腿？温义欢的表情险些没绷住。哼，管家说笑了，我女儿只有苏慕瑶一个，昭昭郡主乃是我长姐所出。长姐？小人怎么没有听说过你们国公府还有一位小姐？国公府的确还有一位小姐，名唤温时宜，乃是国公爷已故夫人所出，因为犯了事儿被撵出了家门。既然撵出了家门，就和你们国公府没关系了吧？你们现在找上门来，究竟意欲何为啊？老夫跟你说不通，你快让王爷出来，老夫要亲自跟王爷谈。我家王爷是你们说想见就想见的吗？
温一欢脸色一沉，他上前几步：“你不过是个王府的下人，你有什么资格替你家主子做决定？更何况那昭昭根本就不是王爷的血脉，而是温十一偷人生下的。难道王爷就这么喜欢替别人养野孩子？户籍上温十一还是温家的人，即便现在温十一死了，他的孩子也理应由温家抚养，跟摄政王有什么关系？王爷还想仗着位高权重就抢夺别人家的孩子吗？哼！姐姐虽然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但是孩子是无辜的，相信爹和娘将他认回去，一定会好好的对他。嘿，我还以为是昭昭郡主是摄政王的亲闺女呢，原来是领养的呀。可人家温家不放手，王爷好像真没有理由强行领养那小姑娘啊。还以为飞上枝头变凤凰了，结果还不是要回到国公府当一个表小姐，可怜呐。温一欢眼底不断溢出笑意，很快又掩藏了。温十一，你以为你女儿被摄政王领养了就能高人一头吗？哼！他偏要将她再次从云端拉入泥里。温国公和赵素琴闻言，彼此交换了下眼神。哎呀，老夫那可怜的女儿啊，若非被歹人欺骗，又怎么会犯了如此大错呀？还年纪轻轻就走了，留下了昭昭这么一个可怜的孩子呀！哎呀，哎呀！是啊，老爷，昭昭太可怜了，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对昭昭，绝对不能让她再受一丝一毫的委屈了。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看来这温家大小姐确实伤透老人的心，否则也不会被撵出家门。哎呀，想来他们一定会善待那个孩子吧，毕竟可是亲外公啊。大门忽然从里面打开，温国公不去春风楼里演戏，真是可惜了。温国公一见到裴荣景，哭声瞬间卡在了喉咙里。王爷说笑了。赵素琴目光瞬间移到昭昭的身上。啊，这就是昭昭吧？哎呀，跟你的娘亲真像，快过来，让外祖母抱抱。什么外祖母？昭昭根本就不认识你们。该死的，竟然敢当众驳了我面子！哎呀，瞧你这丫头，外祖母是你娘亲的母亲，你理应唤我一声外祖母。娘亲说她是个孤儿，根本就没有父母。你是坏人，你竟然想骗昭昭。娘亲说她的父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即便是去了天上也见不到，所以昭昭从一开始就知道她的外祖父外祖母早就已经死了。爹爹，你相信昭昭吗？本王自然相信昭昭了。看来温十一并没有告诉过昭昭，她是温家从小被遗落在外的真千金，也是被温家抛弃的真千金。既然温十一都没有打算让昭昭回到温家，她又怎么可能会放手呢？我们没有骗你啊，我们真的是你的家人呐。裴景彦从后面走上前，要是本殿下没记错，昨天温国公还进宫要求父皇惩治昭昭，想要他的命呢。今天就成了你的亲外孙了。你该不会是打着寻亲的名义将昭昭接回府中，好搓磨死吧？温国公，你好歹毒的心思，亏你还是堂堂的国公爷，却对一个4岁小娃娃如此狠毒，真是丢尽了我们大圣朝的颜面。国公爷气得要死啊！就在这时，天空忽然蜂拥而至许多的鸟儿，它们全部盘旋在温家人的头顶上。就在这时，无数的雨点开始从鸟屁股悉数落下。是鸟屎！哇，好臭啊！温家人也顾不上昭昭了，惊慌的四处逃窜。但是不论他们跑到哪里，那些鸟儿都能精准的找到他们，并在他们的头上拉屎。快看，那些鸟竟然只追着温家的人了！嘿嘿，太好了，我就是站在这儿，那些鸟儿也没往我身上拉呀。这温家人是不是遭天谴了？肯定是恶事做多了。温一欢的头上落满了鸟屎，差点崩溃了。你闭嘴！你敢诋毁国公府，小心拔了你的舌头！他刚说完，一坨鸟屎精准地落在了他的鼻梁上，顺着他的鼻尖又掉进了他张口说话的嘴里。还真是遭报应了。他刚说要拔了老子的舌头，自己就吃了一口鸟屎。哎呀，也不知道以后忠永侯府的世子和他亲吻时，会不会满嘴鸟屎味儿啊？昭昭一脸震惊地看着这混乱的场面，原来袅袅说的史无前例是史无前例啊，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鸟屎鱼，温家这次怕是要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了。看他们以后还有什么脸来抢昭昭。王府的下人们激动都不行。
乖娘娘，你们可要看准了，一定要一坨不让的拉在他们的身上啊，可别臭到我们王府了。别藏私啊，有多少拉多少。丧心病狂，你们简直是丧心病狂。温国公气了个倒仰，两眼一翻，直挺挺的晕了。赵素琴见状，连忙招呼下人将温国公往国公府抬。即便如此，那些鸟儿也没有放过他们，几乎是他们走到哪里拉到哪里。温奕欢想死的心都有了，只能跟着回了国公府。他不敢回中永侯府，生怕这些鸟儿也跟着他拉到中永侯府，那他就真的没有颜面在中永侯府待下去了。待众人散去，竟然发现整个摄政王府的门口一坨鸟屎都没有，干净的好像刚才下鸟屎雨的地方不是这里。昭昭，刚才的鸟屎雨是不是和你有关啊？妹妹，你太厉害了，你竟然能让那些鸟儿帮你，你说你是不是福星转世，欺负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昭昭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嘿嘿，是鸟鸟帮了昭昭哦。裴景燕英俊的脸严肃地杵到鸟鸟面前，这鸟儿好有灵性。哎，谢谢你刚才替昭昭出气，你想吃什么就告诉本殿下，我都给你买过来。鸟儿歪着头啾啾了2声。鸟儿说它想吃郊外草地里的秋野，不过它让你给它多抓一点，它还要宴请刚才来帮忙的鸟儿们呢。什么虫子啊？放心，本殿下一定让人给你都抓过来。裴荣景将肉乎乎的昭昭从地上抱起来。忘了爹爹都跟你说过什么了吗？不能让别人知道昭昭的特殊。可是二哥和六哥又不是外人，就算知道了也不会伤害昭昭的呀。裴景燕和裴昭堂骤然一僵，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昭昭她竟然能听懂鸟语。自从知道昭昭的特殊后，裴景燕和裴昭堂就更加缠着她了。这日一大早，昭昭还在睡梦中，就被裴昭堂一把捞了起来。妹妹，快起床了，哥哥今天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保管让你玩得开心。六哥，昭昭好困，不想出去。没事，妹妹，你睡吧，哥哥背着你出去。裴昭堂不由分说地将昭昭背到了肩膀上。裴景燕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幕，嘴角狠狠一抽。六弟，你真打算带着昭昭去那种地方？你不怕皇叔知道了扒了你的皮？嘿嘿，我可是把我全部身价都压上去了，总不能让我输的裤衩子都不剩吧？现在有昭昭在，保证让我赢得盆满钵满。到时候我就可以给昭昭买一堆宝贝让她玩了。二哥，难道你就不心动啊？倒也是，早不能便宜让你一个人全得了。两人背着昭昭迅速消失在了王府附近，再次出现已经到了地下斗鸟场。哎呀，妹妹，快别睡了，你快看看那里面的几只鸟，到底哪只更厉害啊？昭昭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没在自己的闺房。六哥，这是哪儿啊？这是斗鸟场，你六哥想让你帮他赢点零花钱。爹爹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呀？不会的，六哥保证不会让皇叔知道的。那好吧。我要压那头绿毛鸟，它个头大，一看就能赢。放屁！绿毛鸟除了个头大，看起来就憨憨的，一看就是新手。另外那只可是常胜将军，绝对不会输的。嘈杂的人群响起了争执声。哎，妹妹，你快说，哥哥应该下哪一只鸟啊？昭昭朝斗鸟场看去，那只尾巴冒着红尖的鸟，六哥，你选它，肯定能够赢。妹妹，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那只鸟蔫蔫的，一看就是快死了。六哥可是把全部身价都放在里边了。哎呀，六哥，你相信我，那只常胜将军今天吃了不新鲜的食物，有点拉肚子。别看他现在很威风，等一会儿肯定会没有力气的。还有那只蓝色的大鸟，它脑子不太灵光，只知道吃，根本就不会打架。还有那只刚和新上鸟分手，现在只想哭唧唧。还有另外那个……够了，妹妹，六哥都听你的。裴昭堂忍不住打断他，他实在不想去听一只鸟为什么会拉肚子，为什么只知道吃，为什么会分手啊？下注很快完成，接下来就是鸟儿们的争斗。果然如昭昭所言，常胜将军刚开始还雄赳赳气昂昂的，结果到了最后直接被大胖鸟一翅膀掀飞了。分手的鸟被对手压着打，根本不还手。蓝鸟儿到处飞着啾啾啾直叫，问谁有吃的。只有红尾巴的鸟儿瞅准时机，一啄一个准。太棒了，妹妹你太厉害了，红尾巴真的赢了。接下来的几把他都听从昭昭的选择，赢的是盆满钵满。今天多亏了妹妹，走，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六哥给你买。裴昭堂抱着昭昭跟着裴景燕离开了斗鸟场，一道目光阴沉地盯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冷冷道：敢在我的斗鸟场赢了钱就走的，
你们还是第一个。掌柜的，我们是不是要……不，他们能那么准确无误地选择对的鸟，身上肯定有异于常人的技能。去，将他们给我抓回来，我倒是要看看这秘密是什么。是。裴昭堂赢了钱高兴，带着昭昭不停在烦恼的街市瞎逛，但凡昭昭看过一眼的东西，他都要将它们全都买回来。六哥，你买的太多了，昭昭和二哥都快拿不下了。那就让他们都送到王府去。三人沿着青石板路朝人群走着，忽然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昭昭立即走不动道了。裴锦燕一扭头，就发现小丫头眼巴巴地瞧着那边，口水都流出来了。馋丫头，想吃件美呀？裴锦燕忍不住笑了下，将手中的东西悉数交给裴昭堂。你在这里陪着妹妹，别把人弄丢了，我去给她买件美呀。他说完这话，目光幽冷地瞥了眼身后，有几只跟屁虫需要去解决掉，可不能让昭昭妹妹瞧见了才好。放心吧，二哥，有我在，绝对不会让昭昭有事的。他也注意到了那几只跟屁虫，8成是斗鸟场的人。裴锦燕刚走开没多久，忽然一群人涌了过来，直接撞翻了裴昭堂怀里的东西。啊！我给妹妹买的礼物。裴昭堂看着洒了一地的礼物，立即低头去捡。等他站起身时，哪里还有昭昭的身影？裴昭堂心口顿时一慌，也顾不上礼物了。妹妹，昭昭！他赶紧四处转了一圈，始终没找到昭昭的身影。裴锦燕此时已经让暗卫解决掉了跟屁虫，提着酱板鸭走了回来。昭昭妹妹呢？我不知道啊，刚才有好多人涌过来，东西都洒了。等我捡起来的时候，昭昭已经不见了。会不会是刚才跟踪我们的那些人？不是，他们就3个人，已经被我解决了。那妹妹她……裴锦燕顾不得其他，抓住一旁的行人，连忙问道：“你刚才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着红衣服、差不多4岁的小丫头？没见过。”旁边卖糖葫芦的大爷见他们急得不行，好心道：“刚才来了一群人，我看他们朝护城河那个方向走了，说不定你们要找的人也被挤过去了。”谢谢。裴昭堂急得眼睛发红，旋即拽着裴锦燕朝护城河的方向跑，边跑边吆喝昭昭的名字。河边忽然传出一道惊呼：“河里死人了！”河面上一个面容朝下的人漂浮着。昭昭！裴锦燕紧张地拨开人群，红着眼跳进河里，将人朝岸边拽。裴昭堂扑了上去：“是我，都怪我，若不是我大意，妹妹就不会溺水了。”昭昭，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都是哥哥的错。裴锦燕她伸出手想要将人反过来，却因为太过害怕，颤抖的手始终不听她的使唤。真可怜呐，这么小就淹死了。哎，估计又是贪玩才掉进河里的吧。这死了好几天了吧？那尸体都泡胀了，这哥哥怎么现在才发现？正哭得伤心欲绝的裴锦燕和裴昭堂身体猛地一顿，死了好几天了，都泡胀了。他们的昭昭不是才落水吗？哥哥，你们在做什么呀？两人齐刷刷抬头，就看到昭昭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们对面。妹妹！裴昭堂喜极而泣，连滚带爬地跑过去，将她抱进怀里。妹妹，你去哪儿了？吓死六哥了！对不起，六哥，刚才来了好多人，挤着昭昭往前走，昭昭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啦。六哥乖，昭昭没事的，你别哭哦。你没事就好。大理寺办案，其他闲杂人等速速退去。大理寺收到报案，很快带着人将四周包围了起来。姜慈州走在最前面，他见到昭昭时，瞬间加快了脚步。小丫头，你怎么在这里？你爹爹呢？这裴荣景是怎么给人当爹的？好端端的让一个小姑娘跑到凶案现场来。美人叔叔，昭昭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姜慈州立即捂住昭昭的嘴。乖啊，小丫头，在外面不准喊我美人叔叔。他可是堂堂的大理寺少卿，让一个小丫头喊美人是怎么回事？若传出去，他大理寺少卿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就在他考虑要不要将小丫头打包送回王府时，楚云大步走了过来。大人，此处并非是案发现场，周围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这具尸体大概是从别处漂流过来的。根据仵作的经验，这具尸体死了少说也有3天。扩大搜索范围。是，大人。楚云二话没说，转身带着其他衙役又去别处看了。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谁来救救我？有没有人？快来救救我！我快不行了，水，我要喝水。昭昭下意识地朝尸体看去，昭昭小脸都白了。
喂，小丫头，快救救我！我快渴死了，再不救我，我就要死了！昭昭哆哆嗦嗦地往姜慈周身后缩，忽然他的目光猛地看到尸体的衣服中竟然露出来一条红色的鱼尾。小金鱼！姜慈周等人猛地朝尸体望去，下一秒吧嗒，一条红色的小鱼儿从尸体的衣服中滑落出来。救救我！是小金鱼在求救，不是尸体说话啦。想到这里，昭昭顾不上其他，提着裙子跑过去，将小鱼儿捧在手心里，转身朝河边跑去，将它放回了水里。小鱼儿刚一接触水面，瞬间就活过来了，开心的在水里游了一圈，才凑到昭昭跟前。小丫头，你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你真能听懂我说话？那你能不能送我回家？昭昭有些纠结。不行哦，那边死了人了，昭昭还要陪着美人叔叔去找凶手呢。我知道他抛尸地点在哪，我刚从家偷跑出来，就被这具尸体砸晕了，还被困在他衣服里出不来，这才被他带着飘到这儿。我想回家，娘亲一定急坏了。你好可怜啊，小鱼儿。那你还记不记得回家的路啊？不记得了，不过当时他被丢进河里的时候，我听到那2个凶手提到过长乐坊，鱼鱼家肯定就在长乐坊附近。长乐坊？你等着，我去叫美人叔叔带你过去。他说完转身就跑，不一会儿就拽着姜慈周和裴锦燕他们回到了刚才的位置。妹妹，你刚才不是去放生小金鱼了吗？现在带我们过来是要做什么吗？小金鱼，他怎么还没走？姜慈周眉眼微微一动，垂眸看向了昭昭。美人叔叔啊，小鱼儿说他知道凶手的抛尸地点，似乎是在长乐坊附近，他愿意带我们过去，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带他回家，他的家就在长乐坊附近，但是他记不住回家的路了。美人叔叔，他见过凶手的模样，说不定可以帮助你找到凶手哦。妹妹她不是只能听懂鸟语吗？怎么连小金鱼的话也能听懂了？姜慈周在听到长乐坊时，面色凝重了起来。姜慈周命人将小金鱼打捞起来，放进了水缸里，又让人将尸体直接带回了大理寺，交由仵作继续查验。他则带着楚云和一队衙役去了长乐坊。那个大人，我们来长乐坊做什么？京城中最近报案的人里，有多少个是少女失踪案？加上3日前的3月内失踪报案人数一共有31人，年龄可都是在12、13岁左右。正是。楚云回答完，猛地反应过来不对劲儿。大人的意思，刚才的尸体极有可能是那些失踪之人的其中之一。长乐坊也是3个月前才开起来的，其幕后老板就连他都没查到是谁，而失踪的少女也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关联。大人，属下曾听其他人说起过，这长乐坊的歌姬个个妖娆妩媚，且浑身散发异香，见过的人都被勾了魂似的，日日流连忘返。莫非这些歌姬也有古怪？还需要排查一番。这个时辰正是长乐坊开门营业时间，我们就这么冲进去，怕是不妥吧？大理寺例行检查，谁敢阻拦？对哦，他怎么没想到长乐坊开业至今还未到大理寺报备过？他们完全可以说他们没备案，非正常营业，要求检查一番。长乐坊老鸨站在门口拦住了姜慈周几人。哎呦，官人，咱们长乐坊可是犯了什么事儿啊？竟然劳驾大人们亲自过来了。楚云站了出来。大理寺督察，你们长乐坊开业至今还未到大理寺备案，我等奉命行事，前来调查长乐坊。老鸨一听对方是大理寺的，脸色瞬间白了，下意识就要往后退。我们也是例行检查，做个形式罢了。你怎么这么紧张？难不成这长乐坊当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哎呀，没有啊，官爷真会说笑。哎，你们进，请进。不过我们长乐坊毕竟是开门做生意的，您可千万别吓到我们的客人呢。那是自然。几人迅速进了长乐坊，在老鸨的带领下，将整个长乐坊都转了遍，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好，几位官爷可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若是没有，还请几位官爷快些离开吧。哎呀，我们的客人看着都害怕了呀。姜慈周目光微垂，看向了昭昭。小鱼儿没有见到那2个人，他们不在这里。难道真的不是长乐坊？造孽呀！好好的姑娘，怎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跟没有灵魂似的。可不是嘛，尤其是那个所谓的花魁，空有一副美貌，像个人偶娃娃，也不知道这些人喜欢的什么。看见没？那个舞姬都被变态客人割伤了手臂，
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像不知道疼似的。耳边忽然响起几道微弱的谈话声，昭昭猛地朝身侧望去，就在一株开得分外艳丽的盆栽上看到了几只飞舞的蝴蝶。呀，那舞姬的血都快把裙子给打湿了，她怎么还不去处理伤口？这样下去会死的。昭昭顺着他们看的方向转去，果然看到一个穿着粉裙金边的舞姬，此时瘫坐在地上，他身边的客人还在不断的给他口中灌酒，鲜血顺着他的手腕不断涌出，将身下的襦裙都染成了红色。他眼睛睁得很大，丝毫不反抗，目光也没有半分活人神采，当真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美人叔叔，那个姐姐她是不是快死了？主人，被处理掉的偶人不知为何飘到了护城河里，现在已经惊动了大理寺。老者闻言，几步走到黑衣人身前，一把扣住他的脖子，将他提起。老夫不是让你们做得干净一点吗？怎么还能惊动了大理寺呢？废物！主人放心，即便大理寺发现了尸体，也断然不会查到我们长乐坊头上。白袍老者闻言，闭目吸了口气。新到的那批偶人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回主人，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下去吧，别再给老夫出任何岔子。是。黑衣人刚走到地下室门口，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道低沉的声音：禀告主人，大理寺的人来了。白袍人和黑衣人猛地一惊，天哪，他流了好多血！那个畜生怎么还在灌他酒啊？他怎么不知道躲一下？裴锦燕最见不得这种欺辱女子的事情，她面色陡然一沉，迅速上去一脚踹开了那个客人。谁敢坏老子的好事？当然是你爷爷我了。只听咔嚓一声，那人的鼻血如泉涌。我的鼻子！管事的！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老鸨也没想到裴锦燕会忽然动手，他迅速上去挡在了两人中间。哎呦，我的苏公子，您没事儿吧？没事，老子的鼻子都歪了，你还说没事？你信不信老子把你长乐坊给砸了？还不快让人将他们给我抓起来！苏公子，你想抓谁呀？楚云慢悠悠地走上前，冷笑着看向苏逸晨，忠勇侯府的庶子。楚大人，正是在下。我看这舞姬也快死了，不如我等舞姬死了直接抓你，好不好？苏逸晨猛地低头看向那舞姬，果然看到他面色苍白无神，手腕还在流血，也没有处理。这舞姬怎么都不管伤口的？万一真死了，我岂不是成了杀人凶手？那啥，楚大人，这都是误会啊！误会，我还不快滚！是，小的这就滚。苏逸晨连滚带爬地离开了长乐坊。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去，还真是啊！裴昭堂惊愕地凑上去看了又看，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正常的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不仅毫无反应，甚至脸上连多余的表情都没有。老鸨立马觉察到了不对，直接挡在了那舞姬身前。哎呦，几位官爷，还有什么事儿吗？姜慈州一手执剑伸向老鸨，滚开！官爷，老鸨一侧的发髻直接被削掉大半，他身后的舞姬即便如此，也还是呆愣愣地端坐在那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动。楚云立即上前，伸手在他眼前晃动。大人，这舞姬有古怪，她不像人，像个木偶。这时，一个管事模样的黑衣男子走了过来，他恭敬地朝几人行了一礼貌，这才转身看向舞姬：“起来吧，你的客人已经走了，不需要继续跪着了。”那舞姬好像忽然被打开了开关按钮，是，奴这就退下。他乖巧地站起身，转身离开了。是他就是两个杀人凶手中的一个人。哎呀，大坏蛋来了，好可怕！他该不会又要抓那些少女去泡药池子吧？长乐坊的底下又新挖了2个药池子，听他们说昨天又到了一批新偶人呢。怎么办？怎么才能救那些少女？管事的恭敬地转向姜慈州。参见少卿大人。你认识本官啊？有幸见过一次。少卿大人今日来我长乐坊，可是还有别的事情？若是例行检查，完全不需要您亲自跑一趟吧？护城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据目击证人说，那具尸体是从长乐坊的后院丢入河里的。管事是否该给本官一个解释啊？大人说的可是真的？那目击证人当真看见了？这怎么可能啊？我长乐坊清清白白，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的。
他这个大坏蛋，竟然还敢信口雌黄！他直接拽了拽江慈洲的衣服，凑到他耳边说了句话，后者眼眸倏地眯起，冷笑了声。既然如此，管事应该不介意我们再检查一番长乐坊吧，尤其是地底下。听到地底下，管事心中猛地咯噔一声，不过很快他又冷静下来。地下室的入口只有主人能够打开，别人休想进去，即便是他们下去查看，也不可能会发现什么。给我查！有小厮发现后，悄无声息地退下了。楚云带着大理寺的衙役全部涌入了长乐坊的地下1层。管事看着一群人在地下室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几遍，什么也没发现，眼底涌现出不屑的笑意。少卿大人可有什么发现呢？若是没有，可能说明我长乐坊是被冤枉的。我们长乐坊啊，可是正经做生意的，绝对不会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少卿大人可不能冤枉了好人才是。江慈洲目光扫过四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却一时想不明白。就在这时，几只蝴蝶跟着飞了进来。蠢死了！怎么找这么久都没有找到入口啊？地下室夹层按钮就在柱子根部的凹槽里，快去踢一脚啊！气死阿蝶了！大坏蛋已经命人开始从地下通道转移偶人，说这些人再不下去就抓不到他们先行了。昭昭眼珠子咕噜噜一转，蹭蹭蹭跑到裴景燕身边，踮起脚尖凑到了他耳边。裴景燕听后，眼睛倏地一亮，迅速朝柱子的位置跑去。原本胸有成竹的管事见到裴景燕的动作，呼吸猛地一滞。住手！住脚！就在裴景燕准备朝着柱子来上一脚时，去而复返的苏逸晨带着沈清冲了过来。沈清直接拦在了裴景燕面前。二皇子，不知您深夜来在这青楼歌坊这种地方，陛下可知道？说罢，目光别有深意地落在昭昭身上。还真是那个命真好啊，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小郡主，只是不知道他这小郡主的好命还能享受多久。沈清，你一个小小的翰林院代昭，有什么资格智慧本殿下？沈清面色一下子就难看起来，他最不喜欢别人提起他的官职。代诏是什么？就是还没有真正成为翰林院的人，说起来好听罢了，实则什么实权都没有。二皇子教训的是，只是这长乐坊是我外祖家的产业，二皇子带着这么多人闯入这里，是不是该给下官一个解释啊？